昨晚接到赵检指示，有个案子送过来，要我们成立专案组。什么案子啊？这么着急啊？高利贷团伙。放高利贷？单纯的放高利贷也要进检察院吗？对，因为高利贷团伙一般会有别的犯罪行为，比如说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，甚至故意杀人。这起案子是这些年少有的高利贷团伙犯罪。主犯胡方全是被警方的红色通缉令从国外押解回国的，移送过来的罪名是故意杀人。目前公安确定的被害人一共有5个。到案的嫌疑人不承认杀人，更麻烦的是，公安机关认定的5名被害人尸体都没有找到。那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怎么定杀人啊？因为侦查期限到了，没有找到尸体，只能先移送过来，公安机关继续找。公安为什么这么肯定这5个人都被杀了呢？有证据表明，这5个人因为还不上高利贷，被胡方全等人带走之后音信全无。时间最久的一个已经失踪4年了，法院都已经宣告死亡。你们记不记得钟颖的案子？当事人的前夫魏清明，当初你们一直没有找到，家属也说已经失踪2个多星期了。经过警方排查，确定魏清明就是被胡方全等人从杭州带走的。之后，他们向家属索要过巨额的赎金，但是直到现在，魏清明依然下落不明，已经3个月了。从公安列出的清单来看，魏清明是胡方全最大的客户，也是公安认定的最后1名被害人。那嫌疑人怎么说魏清明的事儿？胡方全坚称已经派手下张崇轩和金朝国把魏清明放了，但是目前这2个人还没有到案。看来要找到魏清明的下落才是当务之急。公安会全力配合，对接的人是张浩伦。这样兵分2路吧，一路抓紧阅卷，一路提审胡方全，着重询问魏清明的下落。没有100%确定魏清明死亡之前，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营救的机会。时间就是生命，会是一场硬仗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点低血糖。没听说过你有低血糖的病啊。我看过资料，以前在部队的时候，他的一个亲如兄弟的战友，就是在协助抓捕高利贷组织的行动中牺牲的。那严律在这个案子里合适吗？那得看他能不能放下这块心病了。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吗？这个结在他心里，谁也解不开，只能靠他自己。兄弟，我来看你了。你觉不觉得他们今天跟以往有所不一样？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准备逃跑啊？不行，咱们已经在这盯了这么多天了，这帮高利贷诈骗团伙今天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先潜进去，你给后方发个定位，请求他们支援，看我收拾行动。好。不是告诉你原地待命吗？支援马上就到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任务，必须一起执行。小心点。
主妃，主妃！那次任务过后，我都不敢听到高利贷这3个字，我怕我会想到你，我怕我会觉得这一辈子都是亏欠你的。偏偏就那么巧，接了个案子，就是关于高利贷的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啊？上次那伙人，除了一个逃跑的，其他全部被抓了。但这次，我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跑。兄弟，欠你的，我是还不清了。你这辈子嫉恶如仇，那我就帮你多抓几个。耶律，你有没有想过退伍之后要做什么？还没想好呢。你退伍之后不是应该跟我妹结婚吗？你呢？我退伍之后啊，要做检察官。魏清明跟胡方全之间一直有金钱上的往来，但是最近几个月魏清明汇款的数额越来越少，最后一笔只有2000块钱，所以我推断魏清明应该是没有钱还高额的利息，所以被胡方全非法拘禁了。警方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胡方全承认确实和手下非法拘禁过魏清明，但他已经派人将魏清明释放了呀。钱还了吗？没有。魏清明的家人前后汇给胡方全约620万元。不应该呀。怎么了？我记得魏清明欠胡方全是4800万，报案人也称胡方全与手下打电话索要的是5000万，这钱没还清，没道理人就不见了呀。如果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没有还清的话，会是什么结果呀？会很严重。以前我在部队的时候，和我的战友们执行过一次任务，当时配合公安机关一起对一个武装的高利贷组织进行抓捕。我见识过他们的手段，非常残暴。照片里的笼子很多时候是用来关人的。这人这么大，怎么装进这个铁笼子里啊？口供里没有过多的提到过这个铁笼子，说是用来运鸡的。我同意公安的判断，魏清明已经遇害。这个胡方全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，之前做过出入境偷渡中介，也做过网络赌博等行业，还因为非法持有枪支、寻衅滋事等被判过刑。现在做的是非法民间借贷，也就相当于高利贷的性质。尹处已经跟公安机关那边做过沟通了。张警官说，这些笼子是在胡方全的窝点被发现的，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几个铁笼子，他们都逐一拍了照，也都送了过来。但是目前的消息里面没有跟魏清明有相关联的信息。不过还有个细节，就是在胡方全的窝点发现的铁笼订货单，这上面的尺寸跟公安发现的铁笼尺寸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推断这个单子就是胡方全定制这些铁笼的单子。我记得当时公安发现的铁笼子有10个，但总共订了15个，还剩10个，剩下的5个哪里去了？目前失踪的被害人有几个？5个，很有可能，包括魏清明在内的5个被害人，是被人关进那样的笼子里。笼子一直跟人在一块，人失踪了，笼子也不见了，笼子里可能不再是人了，而是尸体。尹处，根据现在的证据，我推断魏清明一定也遭受过非法拘禁，甚至是非人虐待。公安认为魏清明和其他几个向胡方全借过高利贷的人一样，已经死亡，合理，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。现在的物证和侦查补充上来的材料，只能作为推测的依据，达不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、充分的标准。
这5个人都是被胡方权带走之后就没有了音信。胡方权虽然说放了，但我觉得不太可信。结果无非是2种：一，这5个人还在胡方权的控制中；二，这5个人可能已经被害。如果是第一种的话，胡方权完全可以说出他们的下落，大不了判他个非法拘禁罪。但是胡方权宁愿被定为故意杀人罪，也不愿意说出这5个人的下落。由此可见，这5个人基本没什么生还的可能了。但是被害人是否真的死了，怎么死，在哪里死的，这都要证明。要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话，这个案子还诉不诉呢？这个案子性质太恶劣了，既然到了我们这儿，就绝不能放过。那这到底是诉还是不诉？诉，硬诉。胡方权的2个手下被押解到，安排一下，我们过去。安排好了，随时可以过去。你们2个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到了那边，我和余处1人带一组。审讯完毕之后，兑换审讯对象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，提高效率，节省时间，同时使用不同的询问方式和角度，可以增加获取有效信息的几率，还能给他们施压，重压之下反复提问，假的供词更容易出现破绽。5分钟后出发。是。姓名？张崇轩。说吧，你们都对魏清明做了什么？我们能对他做什么呀？他是欠钱的，欠钱的都是大爷。好，你承认魏清明欠了你们钱？他欠你们多少钱？这你得问我们老板去。那钱还上了吗？没还呢，1分也没还呢。1分钱也没还，你们能轻易放过他？那不然呢？我养着他。我们是放贷的，不是搞慈善的。另外，囚禁他人那是犯罪行为啊！谁让你放的？那是我们老板胡方权。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老板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你老板让你杀人，你也杀人？他让我吃屎，我都吃。甭给我来这套，丫头。老板他没让我杀人，老板就是让我们找他，然后呢让他还钱，结果他说他没钱，然后老板就让我们放了他。放了？放了他才能让他去筹钱呢，不然呢？杀了他，我跟谁要钱呢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在哪放的他？跟谁一起放的他？放他的时候，他身上穿的什么衣服？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？你们有没有让他承诺一个还款计划？什么时候是最后期限？到期了还不上又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的确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个开车的，我不知道，这不可能知道。我不是不知道，我是忘了。看来你记性不太好啊。是啊，不然怎么当不上检察官呢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笼子，记得吗？你这不记得，没见过，什么铁笼子没见过。我说过铁笼子吗？笼子不都是铁的吗？你们真好玩。检察官大人呐，您这笼子是养鸡的还是养鸭呢？怎么样？你们呢？看来他们是准备和胡方权一起拖下去了。他们明显就是商量好了，和我们兜圈子呢。好啊，既然是商量好的，
那咱们就从这儿入手。打破信任，你猜他们是坚定的信任彼此，还是临时形成的同盟？认为坚不土石就可以获取最大的利益，甚至是脱罪？为了共同的利益，他们现在必须抱团。但如果有一方背叛，如果有一方背叛，违反者就会出卖最佳的共同利益，但是会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。准备对调审讯对象了。还是什么都不说是吧？你比张崇轩的心眼儿少多了。你觉得你什么都不说，你的同伙能像你一样，也什么都不说吗？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？魏清明失踪了。根据现有的证据，你跟金朝国是最后见他的人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咬不说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定案？但是你的同伙会跟你一样坚持吗？他会怎么说呀？他说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啊。你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主犯，就看谁的责任大小了。但是在推卸责任这一块儿，你比张崇轩真是差远了。监察官大人，咱别玩这心理游戏了，成吗？你很聪明，但是我相信你的老板胡方全比你更聪明。现在，警察就要把他押送过来，你猜他会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，我怎么知道？如果我是他，我就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你跟金超国身上，这样正好和你们俩的供述印证上。或许我们对他没有办法，但你们两个能逃脱干系吗？魏清明失踪了，渺无音讯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死亡，而你和金朝国是最后见他的人。如果我们诉你们故意杀人，你觉得法庭有多大的概率判你们罪名成立？别他妈吓唬我！我刚才说你们俩都有可能是主犯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是要判死刑的。但如果你不是主犯，你的死刑概率就几乎为零。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你不说的我们都知道。只不过想给你一次主动的机会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先到先得。你不想要，那是你的选择。我们走。是胡方全。谁？你可以选择不说，但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你在法庭上听到你的同伙供述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后悔今天为什么没有说实话。我不可能一直在这儿等你。3、2、1。我给过你机会。我说。胡方全安排你们做什么了？陈家。什么位置？沿江大桥吧，就是把它装在笼子里，我们把笼子呀从桥上扔下去，然后连笼子带人就一块儿下去。
陈一，林初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高检院请来的洋流专家。国家海洋局刘丽。啊，检察一部尹川。你好。你好。林初，我过去那边看看。好，我记得以前这里是一片山沟啊，这些年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真的没错，因为这里经常发生决堤，后来政府决定将这片江道拓宽，之前的那个小山沟呢就被水淹没了，所以这片水域的水文结构非常的复杂。浩伦，怎么样？尹处、于处，根据嫌疑人的供述，他们沉尸的地点就在这个桥上。我们之前根据被害人的体重，准备好了配重投放了下去，还用水下摄影机记录了水下的水文状况。按照试验结果所得的数据啊，我们完全能够找到尸体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么多打捞队员忙活了这么多天，还是没找到。局里也很重视，这不，还请了专家过来。如果今天还是没有收获的话，咱们到底还要不要捞下去？我这心里也没谱啊。咱们能不能试一下水下机器人或者深水扫描？水下机器人并不太适合这么复杂的水文环境，深水扫描仪它的适用范围也不能够搜索这么大的水域啊。可是按照实验结果，没有理由找不到尸体啊。是，除非嫌疑人在撒谎。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依我看呀，咱们也先别捞了，总不能嫌疑人动嘴，咱们就跑断腿吧。哎，捞上来了，你们过来看一看。去看看。注意安全，慢点慢点，注意脚下。哎，对。哎，尸体呢？没有尸体，就一个铁笼子，门还是开着的。是从这个位置捞上来的？是，就在前面这个位置。那这和我们根据水流的速度、深度预估出来的范围相差也太远了，怎么回事？要么是配重与实际不符，要么就是这里的水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审查期限快到了，必须尽快找到被害人尸体。那你看，我们能根据这个位置缩小一下打捞范围，看看能不能找出其他的线索。这倒可以尝试一下。这笼子要是没有锁的话，人不就跑了吗？会不会是被水给冲开了呀？如果被水冲开，那这个锁也太不结实了。他们花钱打造的笼子，怎么可能配置一个劣质的锁？审查期限快到了，必须尽快找到被害人的尸体。吴方全，周成，周成。入伍的时候你们是一起去的，训练、入选侦察营、做任务，都是你们俩一起去的。为什么我哥回不来？为什么？这个胡方全啊，狡猾得很，几个被害人的下落他肯定都知道，却一律不说。他就是想用拖把咱们的审线都给用完。唉，要尽快提起诉讼，不然胡方全就要被释放了。可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他有罪。尹处这些天啊，一直为这个事情愁眉不展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做了尸体掉落位置的推演了吗？我推演了很多次了，可每次尸体都掉落在同一个位置。按照你这个建模推演出来的结果，我们应该是能打捞出尸体的。你计算了那个江水的冲击力了吗？我上午就试了，不只是计划中打捞出来的尸体，就连打捞出来的铁笼子，都和口供中的投掷点相差甚远。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，这没道理呀。数据没错，那就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。口供有误？不应该呀，况且我们的确打捞出笼子来了。那尸体呢？为什么就是找不到？还是需要打捞队继续搜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能不能别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尸体啊？我都有画面了。哎呦，这有什么的？你好歹也是检察院的老人了，
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？哎，这个，不都是动物的尸体吗？咦，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赶紧吃吧。哎，颜律，你干嘛去啊？你们吃吧，我去联系打捞队。我跟你去。您呀，好好享用尸体吧，我也先走了。哎，你，没错呀。是，我明白。是，但是请您再给我最后几天时间，我保证能找到证据。明白。好，谢谢检察长。好，再见。怎么样啊？本来领导这周要上检委会讨论起诉还是不起诉的，但是我刚才说了半天，总算是答应做最后一次延长。如果还是手头这些证据，最后3天他们再上检委会。对了，打捞队那边有进展吗？又打捞了整整1天，还是没有找到尸体。最多只有10几天了，上检委会的话，这种证据谁敢起诉啊？就算找不到尸体，拿着手上这些证据，我要把胡方全他们起诉了。你要干什么啊？没什么，证据总会有的。没错，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尹处说后天就要起诉胡方全了。我们现在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，这样做太冒险。我同意尹处的做法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胡方全。胡方全真的是太狡猾了，再狡猾的狐狸也要想办法让他露出狐狸尾巴。打捞队打捞了那么多次，却一无所获的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呀。水流不太急，排除铁笼子导致的碎尸可能，笼子在人不在，那就只有2种解释了：一，人活着逃走了；二，人死了，那尸体就在江里。我们会不会方向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还有第3种可能。第3种可能。第3种可能是，第3种可能，可能他们扔下去的就是空笼子，根本没有人。你想怎么证明这种推测？我想下水。我是军人出身，水下15米的测量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我不该逞英雄，我知道，可打捞行动队迟迟没有结果，我想亲自下水看一看，证实一下我的推测。你觉得自己比洋流专家还有专业打捞队更专业吗？你就批准我吧，之后怎么处罚我都可以。先别下水了，今天审胡方全，你去吧。审出来皆大欢喜，审不出来，我再处罚你。是。木头桩子，胡方全那里你能审出来什么呀？从他被抓到现在，他除了告诉你5个被害人都被他放了之外，他还说过什么？他不是普通的马仔，不见棺材他不会掉泪的。我说的第3种可能性，也就只是一种推测。审胡方全，你除了听他胡说八道之外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说实话吗？没有。没有你就敢在演出打赌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文健，别太激动，我们现在遇到了瓶颈期，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严律啊，也是想尽快找到证据，他心是好的吧？心是好的，也要注意方法吧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我还说了做新测呢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哎，你要去干嘛？我马上就回来。喂，谁呀？我现在得去找趟高姐，胡方全这边你帮我盯一下吧。怎么突然去找高姐？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时间有点紧，这样我回来再跟你说。好。
律，姓名？你不是知道吗？回答。胡方全。铁笼子，在你仓库里找到10个，在江里捞上来1个，干什么用呢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养鸡。养多少鸡需要那么大的笼子？养鸡需要扔到江里去，在江里养啊。你碰过笼子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没碰过笼子，那我们怎么会有你指纹呢？这个铁笼子放在我的库房里，上面有我的指纹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我可没说过指纹在铁笼子上啊。在你据点里找到的几个养鸡的笼子，上面没有你的指纹。这个被水泡的全是铁锈，更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指纹该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了？我说过你的指纹在铁笼子上吗？你说的那么笃定，你碰过没有？你炸我？炸你？有必要吗？你2个手下还在呢。你要有证据，早就定我的罪了，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方去。叶律，没事没事。喂。什么？这几位是检查技术基地心理测试实验室的同志们，特地过来协助我们。测谎啊？准确的说是多道心理测试。那不就是测谎吗？一般人是分不清心理测试跟测谎的区别吧？测谎测的是谎话，心理测试测的是心理痕迹。心理痕迹可以得出作案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，即使这个被测人不说话，也可以通过他的反应判断出事实。我看他这次还能编出个什么花样来？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不说也行，我们都能从数据里分析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胡方全。你今年多大了？48。你是山东人是吗？不是。你是高中文凭是吗？本科。这是基准问题。你见过魏青雨是吗？是。不一定是说谎，只是说明他对这个名字比较敏感。我知道，只是对魏庆明这个名字比较紧张吧。哎，连皮肤电阻都测了。皮肤电阻很难人为控制，就算他的心理素质再强，也控制不了皮电。情况怎么样？刚问到关键问题。魏青明已经死了，是吗？是。等等，顺着这个问题问出他的死因。顺着这个问题问出死因。肢体藏在哪？魏青明是被打死的，是吗？不是。魏清明是被淹死的，是吗？是。魏青明是被烧死的，不是。魏青明是被毒死的，
不是，请坐好。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魏清明真正的死因，你看能不能还有别的办法测出来？是能逐一排除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问题，就算死因再多，也会穷尽的。魏清明是被冻死的，是吗？不是。魏清明是被电死的，是吗？不是。魏清明是摔死的，是吗？不是。魏清明是被车撞死的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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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能问到什么时候？不管问到什么时候都要问下去。除了常规的那几种，还有别的死亡方式吗？窒息。淹死也是窒息的一种啊。那一般人意识不到这一点。调整问题。先确定是不是窒息死亡。魏清明是窒息死亡，是吗？魏清明是窒息死亡，是吗？魏清明是窒息死亡，是吗？是窒息死亡。如果不是淹死，活埋。魏清明是被活埋的，是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是活埋。魏清明的尸体在水里，是吗？是。魏清明的尸体是在土里，是吗？不是。魏清明的尸体被烧了，是的。不是。尸体在室内，是吗？不是。尸体在郊区。不是。尸体是在山上。不是。在山上。哪座山？继续问，在哪座山上？尸体是在龙潭山，是吗？不是。尸体是在鸡冠山，是吗？不是。在鸡冠山。好，通知警方，马上搜山。谢谢。潘晓黎呢？他去给那些哥们送行了。这次要不是他的关系啊，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接到这些设备。尹初说了，等回头案子结了，我们可得好好感谢人家。的确，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呢？啊，没事儿。夸我呀？夸你什么呀？是我提醒你们可以试试心理测试，是我告诉你们还有第3种可能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瞎逛呢。心理测试的报告不是人家潘晓黎打的吗？对了，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还有第3种可能的？你还记得笼子被捞上来时候的样子吗？锈迹斑斑的，尺寸比咱们预想的要小一些。不是这个，是锁。锁？当时严律不就说了吗？如果笼子被上了锁的话，不太可能会被江水冲开的。胡方前的2个手下也说了，人是被装到笼子里再扔到江里去的。但是如果没有上锁的话，人不就跑了吗？胡方全他们那么狡猾，才不会干这种蠢事呢。所以我当时就怀疑，他们扔进江里的根本就是没有人的空笼子。他们闲着没事儿买笼子，又趁没人的时候呢，把笼子扔到江里。为什么？误导我们？对呀，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江里打捞尸体，还不是因为他们说尸体在江里？他们一早就盘算好了，买15个笼子，把单据都留着，杀一个人扔一个空笼子，有朝一日落网了，就说人被扔到江里去了。我们看着这些空笼子，自然相信他们。最后把法律时间耗尽了，我们也找不到证据，自然定不了他们的罪。情况就是这样。可以啊，江文静，经过这段时间跟你共事，我越来越欣赏你了，你真的很棒。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尹处，浩伦，哎，于处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昨天晚上我们就来了，这一块都快找遍了，这会不会是方位不准啊？不会，我相信他们。
再找找吧。那你们相信这些高科技吗？这原来我们都用过，确实不太准。我们技术基地的新测准确率还是很高的，而且这次潘小丽请来的都是这领域的专家。那行，那我们再继续找一下啊。这次咱们这么多人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嗯。不，这面积太大了。他们手里不是有碳水化合物探测仪吗？只要尸体没腐烂，应该能发现。我自己来。哎，颜律，颜律。 在干什么，颜律？停下！我命令你停下！你以为这样对发现真相有什么帮助吗？捣乱！回院里去，写份警察，明天交上来。你现在就回去！你们两个盯着他。 别让他再添乱了。是。昨天晚上就过来了。哦。你这样身体怎么受得了？哎呀，只要这个案子能破了，其他的都是小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不只是担心你，我还担心这个案子。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生锈的铁笼子和2个嫌疑人的口供，一具尸体都没有，找不到尸体就定不了罪。我知道，我有办法的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昨天说找高家，你不会是……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时间到了找不到尸体，我也要起诉胡凤全。你怎么起诉啊？这个案子要上检委会。 现在一具尸体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说服各位检委会委员？别管了，我都想好了。你想好什么了？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结果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颍川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你这么不理智。你告诉严律，审不出来就滚蛋。原来真正下定决心的是你，诉不成就滚蛋是吗？ 你也算是对我更进一步了解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觉得挺酷的，你不觉得吗？颍川，如果你做好决定了，记住这个案子是我们2个一起办，我站在你这一边。周飞，如果你泉下有知，就保佑我们赶快找到那些尸体，别再让更多人受害了。今天早点回去吧，可儿不能总一个人在家。啊，今天不熬了。一会儿我再回检察院看一眼严律。给严律一点时间吧，让他写完检查，冷静一下，你再找他聊比较好。也行，他是得想清楚了。 这绝对不是一个检察官该有的工作态度。但至少我们知道了，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。你再怎么重情义，也得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啊。他是心切，走不出来，希望你要理解他。早晚得走出来的，你总得有个新的开始吧。
谈何容易啊！那我一会儿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约了人吃饭。叶泽吗？那我可以送你啊。其实我觉得他还挺好的。挺好的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人是挺好的，年轻有为，真诚勇敢，自我随性。我随便说一句什么，他都会放在心上。要像你说那么好啊，你还真可以考虑考虑。我真的应该认真考虑一下。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上车吧。你们这个专案组都这个意见？原本还有严律，胡方全是杀害严律战友的凶手，所以严律要回避。昨晚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情况，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，所以今天就先没让他过来。这样是对的。银川，你是优秀的检察官，平心而论，你觉得这个案子起诉有没有风险？有，可以说有很大的风险。既然如此，你还要起诉？但是我愿意承担风险。你拿什么承担风险？检察院是一个整体，你的行为就能代表它。你这是在让整个检委会、让整个检察院承担风险。我觉得高检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。5位受害者的尸体我们都还没找到，现在呢，我们又说他们死了。那如果有一天他们活着回来了，亡者归来了，这就是错案。尹川，你有考虑过吗？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况且心理测试不要说什么心理测试，不能当证据使用啊。但是会让我们内心确信。我内心也确信，我就确信是胡方全杀了他们。但是如果您也确信的话，那就应该支持我们。好了，表决吧。同意起诉的举手。放下。不同意起诉的举手。好，结果2比2。看来我的这一票很关键。我的当事人胡方全确实从事高利贷活动，他这是违法行为，但不是犯罪行为。他承认，检方认定的5个被害人确实是他的客户，而且之前也被他带走过，但是已经释放。尽管2告张崇轩，3告金朝国说他们是受胡方全的指使，把这5名受害人装到铁笼子里扔到了江里，那我想请问，尸体呢？尸体去哪儿了？5名受害者，1具尸体都没有找到，难道你们就不怕你们定性的死者会活着回来吗？胡方全辩护人，我们今天开的是庭前会议，不是正式庭审，请你就程序问题、证据合法性问题提出你的意见。我所说的正是证据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。本案是典型的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，而检方的指控依据无非是2告和3告那些得不到其他证据支持的供述，就这样草率地指控胡方全故意杀人，难道这样符合规矩吗？我们认为，检察机关应当立即撤回起诉，这个案子并没有开庭审判的必要。公诉人，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这种观点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审判长，今天是庭前会议，
本来不应该就着实质问题发表意见，但是本案的确特殊，所以公诉人简单说2句。首先，本案不仅仅有被告人的供述，还有证明胡方全与各被害人之间钱款往来的证据，以及证明被害人曾经被胡方全等人带离居住地之后音信全无的证据。所以本案不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案件。另外，关于故意杀人罪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找到被害人的尸体才能认定此罪名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尸体就限制了检方起诉，那等于是鼓励杀人者毁尸灭迹，留下尸体的伏法认罪，挫骨扬灰的逍遥法外。请问这就是辩护人口中的规矩吗？所以本案是否有尸体，只是一个证据是否完美的问题，并非证据是不是充分的问题。能否认定胡方全等人的罪行，还是要看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证据。公诉人，被害人尸体确实是杀人案件中非常重要的证据，你们确定找不到了吗？我们和公安机关正在跟进。如果在审判期间你们找不到尸体，还会继续坚持指控意见吗？如果找不到尸体，我们坚持公诉意见。那边咱们去过了，是吧？登队。来，你们几个过来，过来，挖。找到了，张浩伦他们找到尸体了。身份可以确认了吗？有点困难，毕竟尸体埋了这么久，可能会高度腐烂。死因呢？能鉴定出来吗？这个应该可以。这次找到尸体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太好了，现在事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我跟尹处去鉴定中心，你们也别在这儿耗着了，下班等来结果。好，你们准备一下。不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，不排除。搞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他的死因啊！科学，并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。姓陈的，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，要不然我把你上学的时候那些……哎！王同学，你怎么今天跟吃了枪药似的呀？你是你们着急，我也很着急，好吗？发现尸体的地方土壤酸性大。那几个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，就算你把老师请过来，也一样鉴定不出死亡原因来，我保证。那身份呢 ？DNA 能检测出来吗？准确的说呢，以目前的常规技术根本就没法鉴定出身份来。目前的刑事案件的 DNA 鉴定必须得采集静脉血液，对吗？可这几个尸体呢？别说是血液了，恐怕就连最起码的可供检验比对的检材都没有吧？总不能撤回起诉吧？不是，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呀！我就是发表一下观点。闭嘴！那你们谁说说，这是该怎么办？现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证明那几个人就是被害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连这几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反正那几个人就是男性。废话。哎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，至少能印证上一点被告人的供述。当然了，只是一点点。啊，我需要严律。严律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严律懂得可比你多多了，总比现在一筹莫展的好吧？严律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问题不大，过几天应该就可以上班了。哎，这就是英雄救美的代价。人家严律是有正义感、见义勇为，哪像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也有正义感，
我经常见义勇为的。在游戏里？游戏里怎么了？游戏里也是需要英雄的。再说那没用，从这儿出去啊！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好，不应该提严律的事，继续开会啊。难道没有 DNA 身份识别，就不能认定故意杀人罪吗？那以前没有 DNA 识别的时候是怎么认定的呀？没有 DNA 技术的时候，判断尸体的身份主要靠家属的辨识以及对服装、饰品的识别。当然，这些都不太准确，对本案也不适用。是啊，都高度腐烂了，家属也认不出来了。我想起一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人脸识别。在去年高检院的技术装备展上，我见过这项技术。一般来说，人脸上可以识别的点有10几个，都是骨骼特征。就算做过整形手术的人也可以识别出来，因为它识别的是骨骼而不是肌肉。对，我记得当时还有人问过，整形手术也是可以动骨头的，而当时的技术人员说，整形手术只能改变面部的1、2处骨骼特征，而人脸识别技术要综合脸上多处骨骼特征，所以不会有偏差。我想起一个人，刘冠宇。对，刘冠宇，对，他是我跟尹处的同学，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医科，后来去美国留学了，回来以后就研究人脸重建术，现在是高检的技术专家。一会儿联系一下他，让他尽快过来。好。您做的这些人脸，辩护人，这些人脸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通过骨骼重建的。好，那您重建的这些人脸，跟他们本人的真实区别会有多大？有多大的区别，我暂时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死者生前的模样。那这样说吧，一个人成年之后，骨骼的发育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样貌可能有非常大的变化。比如说我，今年是这个样子，明年可能胖了，样貌就不会一样。10年以后可能会更胖，那就会更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请问，您在做人脸重建的时候，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会去了解死者生前的身高、体重、年龄，并且结合他的骨骼尺寸，以估算出他的脸部大小，包括脂肪、肌肉和肌肉厚度。像你前面说的那个问题，其实不解决也无妨。一个人不可能因为胖瘦变化太大而难以识别。就拿您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无论您胖成什么样子，您的母亲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你来。审判长，公诉人想结合人脸重建的结果问被告人几个问题。可以。被告人，屏幕上这5张脸，你们认得出来吗？认识。张崇轩，公诉人再问你一次，这5个人是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张崇轩，你在法庭上的表现，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判决结果。张崇轩，回答公诉人的问题。活埋了，全都活埋了。埋在哪里？鸡冠山，就你们发现尸体的地方。
你等会儿。啊？咱们这么吧，再把前面那4个挖出来。你不是，这不是这棵树吗？我的角度看得非常清楚。之前那4个就在这儿，正好凑一桌麻将嘛。那这个呢？多出来一个，你管他，那谁愿意上谁上呗。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胡方全。之前为什么说扔在江里？就想让你们找不到尸体啊。铁笼子是怎么回事？为了误导你们，所以故意扔江里。在胡方全那里，我们发现了10个笼子，从江里面我们打捞上1个笼子，那么其他4个呢？根本没那4个，就买了11个。单据上为什么是15个？无意的。这些都是谁的主意？那个审判长、检察官，也给我一个机会呗。我想说，你说，就是这些，所有这些，全都是胡方全设计的。他就在这儿，我不怕。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一旦要是被抓了，我们应该怎么说才能没事儿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们居然能够找到尸体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胡方全、张崇轩、金朝国从事高利放贷活动，先后杀害5名无法偿还高额利息的被害人，其行为均触犯我国刑法第232条、第25条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本院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胡方全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被告人张崇轩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被告人金朝国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胡方全被判死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，他们心可真够狠的，竟然能把人活埋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明明知道高利贷是个吃人的无底洞，怎么还就有人往里跳呢？可能是被逼无奈，也有可能是抱有侥幸的心理。哎呀，其实我也弄不明白。尹处，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呀？胡方全虽然被判了死刑，但是他还有上诉的权利。他的上诉还有用吗？这个不好说。故意杀人案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被害人已经死亡，但由于我们找到的尸骨高度腐烂，无法做 DNA 检测。人脸重建技术毕竟不是常规的证据采信方式，再加上被害人死因不明，万一被告人翻供的话，还好最后时刻胡方全的2个小弟反水了，要不然恐怕法院都没有办法认定。是啊，现在那3个人已经被判了死刑，但那2个说实话的小弟现在肯定很后悔，所以2审可能会翻供。那这样下去，发回重审的可能性就很高啊。所以我们要想清楚，一旦胡方全上诉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那严律那边，暂时先不要告诉他。明白。